嗨，欢迎来到黑皮好思，欢迎大家哟。最近应该大家在情绪上，或者是说一些抉择上，可能有一些波动吧。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想要做一个这样的主题哦。然后希望协助大家能够更清楚地看见未来的路，让宇宙给我一点提点，在这样的一个平行的空间里面，另外一个宇宙的你。说不定是有更好的一个想法跟对策来面对现在的你。我们就是跟宇宙做一个连结来做这样能量的一个整理。所以你现在如果对某些人事物有一些迷茫，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决定，或者是说有点困扰的时候，这个视频就是专门为你们整理出来的一个。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学习、一个激发都好，因为塔罗能量的汇整是来自宇宙想要给我们现在的你，他想要告诉你现在的一个讯息哦。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看你们的能量属于这三组的哪一组。你可以选一组或两组都可以哦。主要是要到个别组别去收取你有感应、你有收获的部分，然后去改造更好的未来哦。1、2、3，选择好的话，我们就分组见哦。嗨，欢迎第一组的伙伴们，今天来看一下你们现在的你。有没有宇宙想要告诉你的讯息？你可能在迷茫之中，或者在某种抉择之中哦。有可能是你现在在乎的人或事件。现在这个讯息就是宇宙想要透过塔罗跟神谕卡给你的。这可以当做一个你有体会、你有感应，应该说感应到的内容之后，你自己再去做一个提醒。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视频的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一样哦，要截取你自己有感应、有收获的地方，然后去改造更好的自己。这就是我们一直大众占卜以来一定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哦。好，那我们来看看你们抽到什么牌，全部一起翻看。你们第一张抽到就是好，先看这一张优柔寡断。你们很多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犹豫很久。这个犹豫来自于很高的程度。你看看，这后面就是有个小黑人，把它当作小黑人，就阴暗面、阴影面。这个有个小天使，他们就隔着一棵树而已，就是明暗只隔得很简单的一个障碍。但是如果你跨过去了，就是到了另外一边。所以你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认为你是反复的状态，因为这个状态是很容易穿透的嘛。你到树另外一边就是阴暗，到树的另外一边就是光明，就是天使。所以你如果现在在这个决定上是现在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情形的话，记得现在的优柔寡断可能是一个必经之路，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反复的过程里面去淬炼你更纯净、更原始的想法。这或许有点困扰。7号代表了也很多的是，我可能需要做一些动作，所以动作即将产生，所以不要害怕。虽然现在这个东西有点飘忽不定，不知道怎么去决定，但是势必我认为你即将会得到一个平凡态度的平凡，你即将不会在这两端飘忽不定，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感觉，能量的感觉。再来，哇，在一起 together。 那你觉得跟谁？这个东西不一定是浪漫关系，当然浪漫关系就绝对是你们会有在一起的可能。你们现在是一种心灵相通的一个过程哦，就算没有也即将会有，在你优柔寡断之后。宇宙要说这是一个所谓的 soul mate 的概念。刚才说不仅仅是浪漫的关系，还在于你可能合作的对象、合作的伙伴，
这样的关系会有一种很高的契合度，大家想要共同去经营，去达到目标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很好的一个联盟哦。联盟，什么叫联盟？大家彼此都想要注入心血，在这样子的一个促进关系的合作上。所以不管是恋爱关系，还是工作的合伙人关系，还是你要投资什么事项或者是专案，这样子的甚至是合约性的东西都会到来，它会缔结某种很好的一个联盟了。这张牌想要说的。再来出现了猎人，你就是这匹黑马，黑马的能量在这样的光线里面得到指引。可能大家你在以前人家看不到你黑色的马。什么叫黑马？就是没有发现，你就突然冲出来，然后就窜出来，然后得到那个胜利的人反而是这只黑马。可能你现在有点落后啊，但是甚至刚才说的有点优柔寡断。不要担心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你极有可能反败为胜，后来胜出。但是猎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哦？是不是要好好的追踪猎物，好好的观察这个猎物的习性，甚至要设陷阱，就是要用一个方法耐心来等待，看看如果你有弓箭的话，你是不是要准备这个弓箭怎么样的距离，怎么样的角度，在它什么样的状态里面，我射过去，我可以获取我的猎物。所以这个光啊，更多的是你要用很明确很清楚的一个眼光哦，跟思虑去看待你现在的目标跟人。你就是这个猎人，你是会是一只很厉害的黑马，完全颠覆大家对你的这件事情的期望，甚至不知道原来你这么厉害。其实你有这样的品质，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发挥出来，记得好好的想自己的事情、自己的状态之后啊，相信这个东西是可以达成缔造一个好的契约、好的良好关系的时候，你这个猎人的那个追捕心态、那个心啊，好好的发挥出来，这个能量啊，一定会给你自己都吓一跳。我认为这是非常明显。果然吧，你看后面这2张牌，一张是我们所谓的智慧智慧，还有这个所谓的暂时的庇护所。这庇护所是一个帐篷，你看似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候的地方这种可能野外，但是你并不是孤身一人，你不是完全的无助了，你还有个帐篷的，而且帐篷里面有光亮，外面还有一个月光，虽然只有一半。当那个时间慢慢的迁移的时候，慢慢的移动的时候，月亮就会变成太阳。所以等待的时间你等待猎物这个时候要有耐心运用你的智慧。这边也有月光，依然是一半。所以你现在会模糊会摇摆完全是正常的。这也是一个现在的心情跟智慧的沉淀期你经过这样时期的沉淀，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先退在一个安静的，稍微你不能说它是舒适，但是起码是你觉得还起码安全的地方，还有个庇护的地方，你好好去想你现在的问题，你该怎么做。我认为这个月光会慢慢的出现，慢慢的越来越清晰，越明亮。这是我们现在这个神谕卡很明显的能量。那这张我们最后再看，这是一个建议牌，我们看最后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再来看。首先再来继续用塔罗牌，我们来看看你们现在的能量，宇宙还要想要告诉你什么，有什么讯息想要让宝宝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哇，圣杯5离开某些事情会让你优柔寡断，我觉得现在是这个问题，你有点不知道要不要放弃某些情绪。这个情绪或这个情感，你如果没有好好的整理的时候，你会永远只看到它失败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它当作学习，当作你得到的经验、得到的教训的时候，
这5个圣杯就不会全部都是打翻的。圣杯里面或许里面的水已经洒了，你感觉好像一去不复返了，覆水难收。但是它还能不能再装起其他的水呢？你可以把它拾起来，把它拿起来，好好的运用这个杯子啊。所以你心中的这个圣杯我认为更多的是在这个事情，在这个事态上，你要怎么的去把这个经验当做一个你未来的滋养，未来的动力，而不是只是整天的一直重复的在这样的情绪里面去哀悼它，就像林黛玉黛玉葬花一样，一直在那个花的这种惆怅里面，失去里面。当你做的这个动作，你可以给自己一个仪式，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就不要再回头去想你过往的不好，过往的失败，或者是过往的苦楚。要记得它其实带来的是另外一个能量，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对，我觉得庇护所我觉得也在说我觉得这突然跳出来就这一张吧，我都还没开始翻。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女人呢，她怀孕你的现在的期望或者希望，就像这个青苹果和她肚子里面的怀的孩子一样，是在一个努力在孕育的过程。青苹果迟早会变成红色，但你要等待，你需要等待，就像猎人我在捕获这个猎物的过程里面，我找到了它，你已经找到了这个猎物，你已经知道你的方向，你只是在等待时机的成熟。你要这样的耐心，它自己跳出来了，而且这是一个很丰富很丰满的一个过程，很安逸啊。这个女孩很安定很慈爱的看着这个苹果，所以你迟早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成果。这是一个等待期，是一个等待收获的期，甚至是等待就是成果的到来的期间。有没有？刚才说缔造某种合约联盟感情的合一，都是在这样子的等待里面跟孕育里面去慢慢达成的。很棒的牌自己跑出来的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了解。剑6，有没有？这个人推着这个船准备要去哪里了？有没有？要准备要出来。虽然有很多，你看这个景色像秋天，有点萧瑟，这个水甚至还没有很深可能你在滑行起来会不是这么的顺利，但是他还是能行动，还是能行走的，虽然可能有点慢。然后在这个船上，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孤单、寂寞、冷，但是无所谓，不是完全的冬天，这个水也没有完全的干枯，你可以慢慢的行动，慢慢的经历这样的经验之后，你最后达到你的目的，跟刚才的那一个孕育是完全一样的概念。所以你们现在在这种所谓庇护所，在这个帐篷里面待在里面，你看这个帐篷里面是不是也有光，也有光线，不是暗的。我认为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在经历什么，你现在在试着把这样的养分转化。如果再转化，我觉得非常好的。如果你真的就是这样的能量的话，表示你已经在行进，你已经在往你的这个红色的苹果去进行。再来这个是金币的女皇，金币的女皇看了好多钱。要相信这个能量在说的是，你们有很多的能量在于你们很想要物质，说包含精神上的安定。这个安定，你们已经是用一个比较柔和、顺从现在的方法，甚至是说执行，一步一步去执行。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你们也在行动当中，你们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品质，这非常的好。如果你是阴性的能量，这就代表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准备去经营你现在的一个目标跟一个关系。那如果你是一个男性阴性的阳性的能量，这就是你的阴性能量，就是你的另外一个你不一定啊。如果你是关系人，那个人不一定是男女就说这个人可能是阴性能量的那一方有这样子的一个品质。说例如你的合伙人是这样子，
阴性能量就会这样的品质。如果你喜欢的对象是一个阴性能量，那他就有这样子，他想要去慢慢来，他有很好的一个生活，对生活的目标跟品质的概念你可以说他很有那种品德，对，他的品性很好。通常金币女王都是值得信赖的，不会飘忽不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角色，如果是在跟你们的相处对象上，或者甚至就是你们自己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牌。再来看看，又跑出来，但是掉到地上，等我一下。看到掉在地上，哇，愚人牌。愚人牌，你看，愚人是一个新世界，它很像世界牌，对没有？一个圆圈，一个人在中间。新世界，什么叫新世界？新的历程。当你从这个帐篷出来之后，当你看到猎物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你的新的方向在哪里，而且新的世界创造出来是一个不需要惧怕，然后不需要害怕，你会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方向的一张牌。你没有太多的犹豫，很正向，很好，很正向。这个比例有多高？不用解释哦，同样一张牌，这张牌我们必须拿出来。这似乎是一个重点，孕育哦。如果你在备孕的人，你在一个关系里面，现在你的尴尬点是你的问题点是好像不知道能不能备孕成功，这个是可以我觉得可以期待的。青苹果，我说了，你好好的培育，好好的，医生给你嘱咐什么，或者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自己身体健康的照护也好，它会朝向越来越稳固，越来越成熟，最后落地成为你的果实。所以这个孕育我觉得好现象。如果你们现在是备孕的人，必须拿出来，现在直接跳出来。这个是宝剑的骑士拿着宝剑就要出城了，非常果断决断的一张牌所以在未来的这个历程里面清晰的思路是很重要的，不要太过度的冲动。因为这有可能是说在很多的一个思考里面，你很想要赶快促进或者赶快去交流，但这个交流可能还会有一点犀利，这个犀利的那种角度你需要去做一点修正，不是不好，是可以去做，去好好去想清楚之后，稍微缓慢，稍微让自己在更稳定的状态底下就再去做，而不是想到之后就马上去做去执行，这可能还需要你再稍微精化一点，把你的这个思绪跟内容再更精炼一点，这是这个牌所要表现的。力量牌，搏斗，你不管用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去执行，或许需要一些力气，就像这个勇士在跟这个牛在做争斗搏斗，对，就是搏斗。但这种搏斗更多的应该要以柔克刚，如果你跟这只牛来硬的，你不一定可以硬得过它嘛，因为牛的力量也很大，所以你要用一些暗劲，不叫内力，对，内力的方法去以那种力量怎么讲？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对，它作用来的力量，利用这样的作用的力量去反制它们，这样可能会更加的帮助这个关系或者你现在目标的形成，而不是正面的冲突。这是力量牌想要说，刚才出来是逆位，更说明了你更需要去平衡这样子的一个力气而不是用蛮力去对付你现在的问题。很明显要告诉大家的。再来，不要用蛮力，用温柔的力量，尤其是女性阴性的时候更容易。哇塞，这张牌是非常好
圣杯9有没有开心欢乐？这有个瓢虫蛮可爱的，红色，心情的幸福，情绪的满意，就是圣杯9想要表达。它更多的是我现在在一个很充裕很充实的一个状态。怎样充裕充实？就是我对我现在的状态感到满意啊，所以你会收取到一个很好的回应。如果你在等待某一种人的回应，那个人会给你一个高度的满分，你会给他满分5颗星他会用一种比较合适、温柔，甚至是同理心的方法去感受你们之间，所以他给的回应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很舒适。那如果是一个关系，你可能是你的合伙人啊、同事关系，或者是职场上的，也有可能你们就会达到很好的一个沟通的品质。你们会觉得哇，现在沟通起来、开会起来非常的顺畅，然后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个是圣杯9所要带领出来，你看直接就在一起的底下，所以你们未来的这个目标前进的动能啊，是非常。这个又自己跑出来，我们又要念一下，这自己跑出来的是什么？剑4的逆位。有没有？这个也是刚才讲的优柔寡断有点类似，但是剑4更多的是有点累了。所以在帐篷里的你啊，如果你现在在帐篷里啊，我深深的可以感觉到你们其实是应该觉得累了，不管是你情绪上的累，还是真的身体上的累，是真的想要休息一下时间哦。OK， 因为这个逆位的表示马上这个休息，那个冬天过了，马上就要出来了，那个冬眠已经结束了。这样子一个过程，刚才只说都是充满的智慧，充满的那种内省的过程哦，所以不是代表停顿，只是暂时的，就是休息。对你来讲，它的确就是休息。然后逆位表示休息即将要结束，即将要停止这样的内耗。你看这优柔寡断底下，那就更是这样子的意思。内耗马上要收起来了，马上你开始要看见阳光，看见你的未来光亮了。这个是我觉得很明显你的能量的呈现。再来最后的指示牌看一下，让你的感觉离开所有的就算它是伤害你的感觉我觉得不是就算，就是反而是这种伤害你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尽快离开，尽快的消散，这才是我觉得这张牌更大的意义啊！很多感觉在你的心中，就是说刚才优柔寡断，我相信你有很多的不同的思绪、不同的思考的内容一直在困扰你，但这种困扰不代表永远，不代表永久，它只是一个过程。那我们要怎么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能量、自己的养分，而不是让它内耗自己？这就是这张我们的宇宙的感应卡所想要表达，让你的感觉消散掉，不好的感觉，尤其是不好的感觉。对啊，就是我刚才说，如果你在这帐篷里面不用待太久，我觉得你也不会待太久，那个宝剑4都逆位的话，马上你开始要反转，很多好的事情要来到你身边了，相信它会来到你身边。这个相信的正念跟正能量就会带领你看到你自己的方向。猎人，对，你那种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目标感的猎人心态回来之后，什么该有该给你的孕育，我刚才说的孕育这张牌，红苹果就会来到你身边。 OK， 这是我们第一组伙伴的讯息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祝福大家幸福快乐，给我按赞哦，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是不是都要这样讲一遍然后这样子是一个互动的，尤其是让我知道大家现在在怎么一个状态底下，我下次就可以制作更适合大家的一个视频哦。 OK， 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嗨，欢迎第2组的伙伴们，今天来看一下你们现在如果在迷茫中，在一个决断中，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有些事情想不通，没关系哦。现在我透过我们的宇宙能量给大家一个讯息，宇宙想要告诉现在的你什么，迫切需要给你一些指导的东西。
然后让你能够获取到一些感应，获取到一些激发，甚至是想法，然后来促进你去做一个决断哦。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目的啦，希望对大家能够有帮助。首先，你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出来了，我们来看看你们抽到什么。第一张就是冲动，牡羊座。这个冲动，你看这个人啊，看是一个年轻人啊，不是年纪很大的人，骑着白马出城去。这有个马蹄哦，上面有一个牡羊座的图案，就像那是一种自我的力量，自我的意识哦，你正在促进，正在爆发当中，这是一种冲动的感觉。牡羊座是比较有爆发力、有冲劲一点。它是很原始的一个情绪概念，不是太多的矫情或者是太多的阴暗在里面，很多是光辉光明的。你是要朝正向去做发展，不是要做什么胡作非为的事，是有一个你现在想要去达成的目标或者是人，你在这个情绪上你有一个冲动。这个冲动很多时候人家说冲动会败事嘛，会坏事但是这个冲动我更多的感受是它会带来的是更明亮更清晰的感觉。因为这出现马蹄在古代欧洲或者是欧美，他们会觉得是一个幸运的象征马蹄都是一个好运的代表，所以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冲动可能不见得是不好的。你现在可能不太确定，对不对？我觉得你们一定如果在这样子的历程里面，如果像刚才说有某一种停顿或某种犹疑的时候，这个马蹄是带来一个很好的现象，它告诉你你现在的状态，你说现在所想的，甚至你现在所想的其实是没有这么糟糕的，更多的是想要表达这个没有这么糟糕。怎样？我们再继续看哇 love 爱呀，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爱是一个比较成年人的情绪是一个感情的连结。而且你看他两个一男一女还在一个透明伞底下，有点朦胧，还有点雨滴。这有一种我怎么说，有一种朦胧美吧。或许你们对你们彼此现在，如果尤其在感情上，你们可能没有这么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没有办法界定的感觉，但两个似乎又有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一种充满爱的联系，就是这个爱完全破题但是这种爱的联系又带着某种雨点，不是那么阳光，但是也不是这么凄惨不是暴风雨，但是有一种其实语言你可以当作浪漫因为浪漫暧昧不明时最美，不就有这句话吗？就是因为暧昧不明似有若无，对，那种透明伞也有似有若无的感觉，然后一点点雨滴在上面，其实还蛮浪漫的。我觉得你们有一个浪漫的情感在里面。当然如果你们不是在一个这样子的情绪，不是浪漫关系，它讲求的也是在你们现在的一个关系，或者一个你们相处的对象，工作的伙伴，你们也是处于暧昧不明的情况可能这个专案合作起来好像可以可行，但是又有点进退不确定，要怎么样去拿捏，不知道对方的心意，很有可能这样他想不想合作想不想发展这个项目可能都还在这种试探，对，试探更多是试探底下难怪你们会有一种冲动到底是怎么样，很想要发展，对这非常非常自然。再来再看看这个Eros， 这个在哲学里面它就是一个爱欲的象征。什么叫做爱欲？跟刚才的原始这个白马是很像欲望，它就像这个好像是石头里面有一个钻石这样，对，石头里面有什么你们要剖开才知道里面有没有钻石，你要切割，但一旦切割出来的时候，它那个光亮是让你美不胜收非常震撼，非常漂亮，夺目的，就是钻石的光彩。人的那个欲望也是像钻石一样它其实是很坚硬的，是很核心的一个
概念呢，是很心底下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萌生，它没有办法过度的去控制，它就会一直滋长，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方向，这就是它困难的地方。但是要知道的是，这种爱欲这种欲望啊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哦。我认为更去顺流它更好。当它被切割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可能会光彩夺目，会让你觉得美不胜收的。但是如果你把它隐蔽起来的时候，它也就跟这个石头没两样啊，很一般。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爱欲、情欲或者是欲望，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原始的感觉啊，不需要去过度的隐瞒甚至压抑。我认为你们是在这个石头里面的钻石，你们并没有把它真的散发开来，还在这个石头里面，不然不会有这样子一个图像。这图像很明显，这个钻石不是单独的，它还是有一个隐蔽性，被隐蔽起来，可能是刻意的，也可能是双方在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或者交流底下做慢慢形成的一种现象。目前的现象，目前的，我认为它只是目前的，我就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出发。我们后面来看看，再来看看你们有什么牌。哇 ，delay 延迟，所以你真的很想要冲动的冲出去哦，突破难关，突破这个爱欲的限制，那个石头哦，赶快爆发你的能量跟热情。看这女生的头发是红色，倒过来哦，倒过来，有点像那个吊人牌哦。吊人牌也是一种停滞，这种停滞更多的就是先把自己放在一个状态里面去想这个问题，甚至去耐心的等待，这是有点被迫的，不叫没有办法是自己控制的。我觉得这个 delay 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成。再来看，这个是一个讲求是温和的意思哦。这只鸟你看好像在唱歌，旁边的花也其实就像春天一样。即便是在这样子压抑或这样子的 delay 底下，这种爱欲啊，这种欲望啊，其实你们是用一种很有品质、很有让人家舒服、温和的方法去执行的，就像鸟儿在唱歌，不是那么侵入性的，但是你在耳边就可以听到悦耳的一个音调，这种感觉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你觉得好像，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现在外面有鸟叫声？没听到对不对？有了，来了。如果有收音到你们就可以感觉到我讲的意思。我们在彼此之中，你们彼此之中应该不是我们，你们跟这个关系人，你们关系的对象的相处上，很多时候就像这个鸟的唱歌一样，很轻松、很愉快、很愉悦的去进行一种舒适感的散播，但是又不会有压力，理解吗？难怪你的钻石是在石头底下，不是这样直接有没有震慑别人的，那么漂亮，那么的刺目，是缓和的 delay 的。哇，如果你们是一个恋爱关系啊，你们这关系真的是在一种压抑里面的和谐，这很难这很难形容。也不像闷烧锅，闷烧锅更多的是已经忍不住了，要触发，要爆发了，火山爆发的感觉。你们又不是，你们更多是，你们好像有点享受这样子的暧昧啊。如果你们的关系中，那如果是一个其他的关系或者合作关系，工作上更多的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过程里面，大家不躁进，不冲动，慢慢来。我对你好，那样不错。我们两个如果共同经营这个项目或共同开发什么的话，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大家不会急于去创造什么，或急于去改变什么，而是慢慢的来。但是也有点 delay 的感觉。delay 更多的是，其实 schedule 可以稍微快一点，但是有点落后。落后不代表没有前进，只是慢，所以更多的是慢。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用塔罗看，越来越好奇了。这后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讯息，还要想要给大家？我觉得现在读起来非常的有趣哦。那我们来看看，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第二组的能量里面，我们的塔罗牌要告诉我们什么？哇，真的是2个圣杯。有时候这种能量真的没有办法造假，那个恋人琴瑟和鸣那种感觉，这种爱欲冲动，白马的冲动，直接来一个圣杯2，也是一种调和，他们喝交杯酒的感觉，一男一女。而且这个是荷花，百合都是纯洁的意思。红色、粉红色的衣服，紫色的西装，都是一种爱的感觉。心意相通啊，你们真的是心意相通。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你们在这样的感觉里面去得到很高的舒适感，也完全不意外哦，完全不想打破啊。你们的delay会不会是怕的打破之后会怎么样？或者说啊，这样的关系会变成不好的变化？你们是不是在担心这个？宁愿维持现状。你明明圣杯2出来了，不知道，不叫意外。金币3耶，你看这个小伙子在画壁画，画一个女人，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一组很多浪漫关系的感觉啊。虽然不一定我们今天给的讯息是有关浪漫关系啊，当然不是的话，这更多的就是我们说的你在经营一个关系，而且是很愉快的经营，大家共同会去经营的，这个就像画壁画一样，去打造自己的跟对方更好的一个条件，更好的一个合作项目。但是我刚才说了，你们很多的是浪漫关系哦。我们第二组，你看这位男士啊，如果你是阴性能量啊，你们的这位男士，如果你相处的是一个阳性能量，我们不要讲男士，阳性能量，你们相处的这个对象，他其实是用一种描绘的方法在想念你们。我所谓的描绘方法是跟这只鸟唱歌很像啊，作画不太像拍照吧？拍照啪啪，照片全部都完成了。作画需要很高度的耐心跟时间，还有技术跟美感。他慢慢做，慢慢做的，难怪你会觉得 delay。如果你觉得 delay 也是正常，他慢慢来，慢慢在描绘你们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感，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这是在这张牌很明显感受到的，描绘你们怎么描绘。他很多时候在想你们都不说出来，然后常常想。这个古代你们知道那个做壁画的人啊，尤其是一些教堂，那都画很久，每天都在画，每天一点一点的做，就跟这个感觉很像。金币3，不过他也有很多合作的概念，表示也有人愿意在那边让他画，或者是让他做一个参考啊，你就是那个参考值啊。你是配合的，你是配合着他做的，所以你们是一个相互的去共同经营这个关系的那种力道又更多了，而不是他只是自己那边画，这边暗恋。我觉得不像，更多的是互相，这个爱是互相。这个自己挑出来，必须读哦。宝剑7的逆位，某些真相要被揭露了，或者某些被隐蔽的东西也即将要被摊在阳光下，或许就是在等待这种隐蔽啊。他隐蔽的心，他埋藏的情感，都有可能是代表这张牌的意义哦。宝剑7哦。但是另外一个有可能，你看这有一个女孩，然后这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怎么好像有点欺骗的感觉？然后他的背地里面有个其他的人。所以也不排除或许有3方的关系他正在处理当中，才造成这种 delay。但是他又跟你有很合拍的感觉，跟你有心意相通的感觉。刚才不是有圣杯2，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隐蔽这样子的欺瞒逆位之后，我认为这个对象会更清楚的去看待这个隐蔽点要怎么去解决它，不想再继续欺瞒下去。
当然合作关系也有可能，如果你现在跟一个合作的关系明明就进行的好像还不错，但就是 delay 就是慢，感觉谈得很好啊，相谈甚欢啊，投资目标、投资标的、投资方法似乎都已经讲得够清楚，怎么都没有进行呢？极有可能有某些隐蔽点是你不知道，但是它即将会被揭露，也会被改善。所以这张牌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会获得一个促进，这来自于某种东西的剔除，阴暗面的剔除，不好的东西的剔除，这是非常有可能。是不是？才说你那个像吊人牌，就出现一个吊人牌。不过这吊人牌是个逆位，逆位的吊人牌表示啊，即将在这样冰封的自己，把它吊在树上，在冬天里面。光线已经进来了，有没有看到旁边有光线？这样的一个隐蔽的东西，刚才说的，或者是说被 delay 的东西已经慢慢在做思考，在做内化。你看也有花，这仔细看，它有很多的触发点，要触发这个东西的改造。邮差来了，待会可能会有声音。邮差代表送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讯息我们把它纳入邮差如果代表的某些讯息的来临，就刚才所说的隐蔽性的东西要被揭露，然后你在一个状态底下的这种你知道吗，吊人牌的感觉也即将要做一个改善。来看一下在后续吊人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知道。金币宝剑的女皇，这个宝剑女皇非常的清楚了自己的方向，有没有？我就说你们其实都明白自己跟另外这样相处的人，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你们就是这个拿着望远镜的这个女人一样，你们在观察，你们在搜寻你的目标。当你们搜寻到的话，你们会很快的去执行，很快的去沟通，很快的去改善你们之间。如果不是你，那就是你们彼此间看谁是阴性能量。阴性能量的那一方绝对有这样子的品质他有很高的一个分析能力、理解性，甚至你会觉得有时候讲话甚至有点犀利，一针见血。这种一针见血会触发这个感觉，这个形态的进一步再发展，开阔一个新的交谈模式，一个交流的方式，这个是那个宝剑女皇非常有可能会做到的。而且这个望远镜，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觉得你们的方向，你们方向的确定，这个方向的确定，我觉得很重要。虽然他可能不是马上知道他在看哪一个地方，在搜寻到什么样，可能在搜寻，对不对？一直在看，也可能代表你们现在在收集资料。你们现在在了解你们彼此现在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去产生，所以才会 delay。这个 delay 更多的是说其实你也蛮善于观察，蛮研究在自己的这种发现里面，所以你不急于去改变什么，所以难怪你们好像没有动作很快的感觉。目前都没有任何权杖牌，希望来一个权杖。那又是宝剑王牌也不差，它是一个新的沟通交流。我不说嘛，你在搜寻什么，你在等待什么，你在收集的资料过程里面就会散发一个新的激发点，新的创意点，创造一个新的方法之后，一个从所未有的一个感受力的时候，你就会去做改变。这个改变来自双方，这边有两只像猫头鹰，对，猫头鹰智慧。那这个月亮那种弯月也比较犀利一点，现象的戳破，刚才的隐蔽点可能会被戳破，就用这把宝剑戳破。你看这个老人呢，再看这个长者不是个年轻人，所以这个思考是真的是经过一段时间，所以这 delay 完全是可以理解。这种思考跟你看这种紫色，你们很多紫色的能量，紫色更多的就是神秘，然后学习，然后还有某一种理性存在。
理性的存在又不是完全的理性，那不是纯蓝色，紫色又带点点粉的基调在里面，所以它还有情绪的象征。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搜寻啊，我觉得已经在进行当中，在你们之间。太多了啊！出来了。这个女生怎么也像在搜寻？你看，望着远方，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宝剑，一个权杖的侍从，权杖侍从。你们果然执行力比较不足，而且都在学习的一个心态里面。这好像收到一些信件，刚才不是说邮差来了，这边有信。你们可能在等待什么样的信件或什么样的讯息来到你身边，尤其是阴性能量的等待。这朵花更多的就是感情的象征，你们一直有一种感情的能量在里面，所以你们这一组啊，我们第二组宝宝很有可能多数的人都是情感的一个问题一个纠结你在等待，会不会等到呢？我觉得会等到，但是这个等待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权杖的侍从他会有点没有这么的完美，应该说完美的是说他没有那么成熟了，所以这样的讯息可能没有办法很及时的以一种你觉得 OK 的状态，或者是说你觉得认可的方法，即便他来了，你觉得还是有点不足，不叫是这样子的感觉。就说你等待来或未来的等待来的一个消息，也不是如你所原来期待的这样，希望再更冲动。对，他没有那么冲动，没有这么的完善。可能你希望他再多问你一些事情，结果来的只是说哦很好啊，例如这样，就好像就没有后面的，没有后续了，有种这样的感觉。所以你们一直在跌跌下去吗？没办法，这个能量我现在讲的这个都是宇宙现在在讲的当下的状态。如果你收取到什么，你有什么感觉的话，你说不定你就可以去改造它。这个是国王牌逆位，国王牌逆位有更多的操控感在里面所以操控的人是阳性能量那一方。如果你是你，那就是你；那如果是你的对象，那就是对象。我们讲是阳性能量，阳性能量在权杖国王的逆位的时候，它更多的是想要控制，但是控制不了，有点失控，所以现在把这当做一个 issue， 这是一个议题对他来讲。所以冲动的说不定也不只有你们，他们也其实相对的还想要冲动，但是因为权杖国王通常是稳定性高一点，他很有魅力没错，他有行动力没错，但是是建筑在更稳定更稳固的一个基础上，是更成熟的一个国王，所以他不会贸然的前进。所以我在想或许他认为现在局面不足以掌控，或者是说不足以让他觉得可以控制得住，所以他现在是逆位。当他觉得 OK 的时候，他势必会转正，帮你转正这个时候要帮你转正，转正之后他的代表什么意义？代表就是说他会去做行动的执行。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的觉得没有掌控的地方在哪里，因为你们其实有自己本身自带的能量相互吸引的能量然后又一种缓慢中很耐心去经营的能量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也有可能来自于宝剑女王这边，就是阴性能量这边，男性跟女性，阴性跟阳性这个地方有一个对冲点。相对的女性是比较理性的点让那个阳性能量这个热情的国王比较不敢施展，因为他可能会考虑到你的感受，他觉得你搞不好不是这样想，或者是他会多想你的很多事情所造成的一个误会，才造成这样 delay。 说的是这个样子。这边建议牌最后这一张，他说停止去对抗现在，
如果是你啊，阴性能量啊，不要去对抗。我觉得他在讲你啊，应该不是讲这个国王，讲的是阴性能量这一方，不要去对抗啊，试着去对齐对方。什么叫对齐对方？对方的行动跟步骤，跟那个节奏去对应它。这是这句话想要表达的，很有深意啊。不是抵抗，而是配合。更多的啊，这只鸟是不是一只在唱歌，不是两只？你就跟他一起唱吧。如果你是这个女皇，好像挺犀利的，还在寻找，还在搜寻什么，在截取很多东西，还在理解之中的话，麻烦哦，唱一下歌，跟他一起唱。这是这个感觉哦。或许是你们这边，我觉得可能阳性能量，如果你阴性能量这边，如果是你的话，你们更多的是需要做一些行动力的展现，试着去对齐它，这是这句话想要表达的。 OK， 这是我们第二组的能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叮当，留言让我知道你们现在状态，然后做更适合的视频给大家。 OK， 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嗨，欢迎第三组的伙伴，欢迎。今天来透过我们的宇宙来告诉大家，你们现在需要马上知道什么，他要给你一个讯息。不管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忧愁，或者有些难决断的事情哦，还是说在某个矛盾底下都没关系哦。这个宇宙的能量应该可以帮助到你，给你一些你现在可以感受，你可以去改变自己的方式，甚至去掌握你的未来新的方向。这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哦，让大家来看看宇宙要对你说什么。这个是已经抽出来的神谕卡，我们来看看。首先，哇，这个是炫耀，金牛座的能量。金牛座都是保有的意思哦，脚踏实地哦。那只牛，可这牛不是普通的牛，是白色的牛哦，很贵，很稀有。这个女士坐在这个马车上，其实是很骄傲的，就是刚才说，有点像在炫耀，在展示她的美好也好，她的丰足也好，她的丰盛状态。这可能不是刻意要去做炫耀，而是说不知不觉你就展现出这种感觉。有可能别人对你的感觉是这样，或者是你现在相处的一个人事物，他对你的感受是这样。你是一个很丰盛，很怎么叫做好到流油这种很滋润的一种感觉，你给他的感觉这样。而且这是一个女神，阴性能量可能给阳性能量这样感觉，很丰盛，很自足，而且是用脚踏实地的方法来，都不是那种好像用骗来的，或者是说继承的这个父母还是说谁的帮助之下所达成，很多还是靠自己的。而且这样的丰富还来自于另外一个讯息，就是说这个神谕卡说，你除了有这样的丰盛跟值得炫耀的事之外啊，这个是一个爱的图案，有点那种精心的感觉，这也代表一种某种爱的来临。所以你们如果在情感上有一个期待、一个幻想的话，即将有好的消息要来临。这是宇宙第一张牌就给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牌哦，感觉丰盛丰富，不止金钱上，还有感情上、情绪上，也包括你现在可能有合作关系，或者是要进行某种专案，进行某种任何事物，情绪上跟那种金钱上、经济上都会得到稳定的感觉。这张牌再来看，这是一种期限的意思哦。在这边讲的是未来几天、几周或者是1个月，很快很短的时间哦，这样的丰盛就会来到你身边。你们这个平坦的道路一样，很快的就会来到，畅行无阻，没有什么竞争，没有什么障碍，在这边的时候自然就快了嘛。所以我觉得他所谓的这个时间，当然不一定就几天或1个月就达成，但是相对的，他会比任何时间都来得快，会出乎你意料，会
你本来没有预计会有这么快有成果，或者是说在一段感情里面没有预计会有怎样的发展的时候，它或许就慢慢的发展起来的这种丰盛、这种情感、这种稳固，有这样的能量在里面。哇，第三组挺好，来第四，才说挺好，来了一个沙漠。这沙漠是火红的哦，我觉得更多的是37号3+7， 3+7就是10哦，10是一个到临界点的意思哦。我觉得这个想要讲求是你过去的能量，或者你目前还在这个当中，也有可能。你在这种资源比较缺乏，或者是说你的感情状态比较干燥的状态底下，其实是有点久。你在等待那个绿洲的来临，看到那个沙漠中的绿洲，是你现在很期望的。那种火红的能量也代表欲望，代表你的期望，代表你的希望。它在这沙漠上显得格外的清晰哦，格外的火红的，让人家觉得充满了热力，但也有点热，很热也是沙漠的一个概念。但这个伸出的手，我认为是一个刚才说的你的希望，你想要去触及到的东西，你想要触及到这个红色这个热情。这也不排除其实你在这个相处的人事物上，你其实是很想去触动。你把自己埋在沙漠，你看似好像无感哦，看似好像很干燥，看似好像没什么感觉的这种表象哦，其实你是内心是很想要触动这个关系的。这个能量包含了不只是浪漫关系，也有所谓的合作的能量，或者是说工作上的人事物都可以带入。你先把自己伪装得很贫瘠，很像无所谓，就像沙漠一样，没什么感情，没什么绿意的样子，但是其实你是很想要做的，很想要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很短的时间也在讲求这个哦，你可能已经等很久了，很希望在短期内有一个新的发展。再来看看 change 改变，果然是想改变，来了一个改变。蝴蝶啊，改变都是那种转化，蝴蝶从那个蛹哦变成蝴蝶的这个能量，这个花朵也是有粉色在里面，也是有能量在里面。可以的，你是可以转化的。你看这个从这种比较深的颜色慢慢的变到亮丽的颜色，而且有3只蝴蝶哦。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欢乐在里面。这种改变不会是一个改变，我认为是有很多小小东西的改变，慢慢去促进的。它不是从一个大的事件或大的消息里面马上就改变你们现在这个状态，但是会有一点一滴的某一种小讯息也好，小活动也好，小的沟通也可以，就像这一只一只的蝴蝶，慢慢的转化你们之间的关系，变化你们之间的能量。这是你们现在宇宙想要告诉你的。如果你们现在没有做任何的改变，它就不会改变。这边说的改变自然是指去做某些事情。你在沙漠里面待的再久，也只是在沙漠。你必须把你的手伸出来之外，还有你的身体也要开始出来了。不是只是伸出手，那你的脚嘞？你的行动力呢？那个平坦的道路其实都已经铺设好了，没有车在上面。这个时间本来是可以很短的，但是没办法短啊！你不跑啊，没有跑起来怎么达到呢？怎么达到这个所谓的丰盛跟丰满，值得炫耀，让你可以值得被炫耀？所以 change 改变啊，我认为更多的是指小宝宝们要做一些事情，来看看做什么事情哦。春天的事情有没有？刚才来说你们其实很快，春天不是现在吗？对啊，时间很短。
那个树木都已经开始生长，好多花鸟哦。你要知道的是说，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已经近在眉梢，不容再等待，不需要在这样子的那种沙漠里面继续挣扎，继续跟那沙漠浪费时间。拿出你的热情，拿出你改变的动力，春天就会来到。有没有？春天，现在就是春天啊！此时不做待何时啊？这个感觉。来看一下塔罗牌要说什么。这个能量很明显，要做什么改变？这个划出来，我个人认为他要我拿这张牌。我都还没开始洗，我跟你讲，这个是叫做宝剑骑士的逆位。你果然想很多，又没有在做，不太敢做，光是想是不行的。宝剑骑士逆位，骑士更多的是思考，没错，他会很精准的、很犀利的去分析、去逻辑性判断很多事情，但是这样判断久了，总是缺少行动力嘛。这个逆位代表也告诉你不要再想了啦，够想的够多了，而想了你好像又没进步哦，因为骑士又没有办法进阶到国王，国王就是表示已经有到一个结束，已经汇整到一个答案了，你好像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好像就一直在某个纠结点继续想，不要再想。这个牌，我觉得很明显是要说不要再想。我们要遵循宇宙在说的一个能量。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子，你有感应到改变记得要改变。我觉得这个改变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不管你想要促进什么，你想要改善什么。然后呢，权杖六的逆位，权杖六代表是欢庆鼓舞，有点典礼的意思有点值得大家炫耀。这跟炫耀其实很像的，但是原始的塔罗是一个男人坐在马背上，然后被大家欢呼，然后有彩带啊，然后有很多的人去迎接他，这种感觉有没有？是跟刚才炫耀这个很像。逆位表示这个炫耀就是等待你开发，你开始可以去展现给别人的东西，或在这段情感、这段历练里面去展现什么，你要有信心去做这样子的冒险跟幻想。因为你如果不期待它会成真的话，它就不会成真，所以这个成功就不会来到你身边，这个被人家喝彩的对象就不会是你。看这女孩多么的开心，还戴花环，六根权杖逆位。我觉得要用正位来看你们，所以这边一定要用正位的方法来解读。因为它逆位不代表没有，只是说这个能量还在蕴藏之中，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触发点。你要有这样的情绪，你有这样子被人家欣赏、被人家崇拜的信心也好，你一定要培养起来。这个逆位的代表还不够，你要有更大的信心跟决断力去做这样子的幻想。幻想你刚刚都不敢想，想的太理性太理智，可以稍微再浪漫一点，稍微再放松一点去想现在的这关系，这是我的感觉。再来是金币二有没有？金币二这里是逆位。金币二，我在想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可能是双方都要去经营，都要去进行，去达到一个和谐度。但这样的一个和谐度目前没有完全的发挥得很好，就像那个杂耍团的杂耍员他在杂耍两颗球在他手上的时候，这种感觉是必须要很高的稳定技术，然后还有很好的技巧，甚至要会分心学会分心这颗球不能掉下来，另外一颗球也不能掉下来。所以在这样子的那种耍弄底下或者操控底下，你要怎么去达到平衡，达到每一个球都在你手里，这是一个功课。你可能要去平衡某些东西，而且是很多实质上的东西，不管是你技术上的，或者经济面上，或者生活面上，或者是某一件事情事态的步骤上，它更多讲求的是实在的条列的方法，而不是说太空虚，只是用想的。
要着手去做，着手你去练习，你才知道这2颗球怎么样在你手上可以运行得很好，而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然后当你2个都掌握好的时候，这2个都会在你手上。现在还没有办法，因为是逆位，表示它没有办法在现阶段展现出来，但是是可行的，是可以的，你只是需要练习。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的意义，太多了。再来是月亮牌，你在害怕，你们在害怕，千万不要害怕。月亮虽然感觉在夜晚中没有那么清晰，但是它还是可以照亮某些东西。你要相信你心中的月光哦，它不是带给你阴影，它是带给你方向的，它是可以照亮你某些不清楚的部分，还足够以照亮，而不是你只是一直等待某些阳光的来临。如果你现阶段的环境里面只有月光，它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辅助了。你要相信它可以带给你什么，就运用你现在既有的生活上也好，或精神上也好，你已经保有的内容，你的资产，你的优势，你保有的东西，你利用它们去做更好的发挥，而不是在等待更多的东西的协助的来临。阳光如果不来，或来得很晚，你难道就不做任何事吗？其实你不是完全看不见路啊，月光照射下还是看得到，说不定你还可以走出另外一条路，在阳光底下走不出来的，因为你看到的东西跟你实际上你所感受的东西跟阳光下绝对是不一样。你搞不好看到的是这个时段、这个时间、这个夜晚才可以看到的东西，你可以先处理它，等到阳光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处理的，你反而可以进阶处理的更好，懂吗？这是2个跟那个金币20一样的概念，2个金币不同的东西在你手上运转，对，你可以运转的很好，然后你可以事先预备做一些事情，不要害怕去达成，也不要害怕去做改变，因为这有很多害怕的能量在里面。但是你知道月亮的女神哦，她在照亮你，她在给你帮助，她在给你能量，给你力量，所以你要相信你现阶段借由他们这些光这些帮助，你是可以做一些改变。所以资源，你现在的既有的资源，好好的去发挥到它最大，它是可以帮助你是不是？这边权杖4就出来了，刚才有一个权杖6，这边有个权杖4，象征的都是开心、值得庆贺、典礼。4号甚至有组成家庭，如果是感情的浪漫关系，它是可以带来合约内容，合约内容是例如订婚啊、结婚啊，它是一个欢庆的典礼。这个房子啊，是在这个树上，看在一男一女嘛，对，男女，他们的那个家是很稳固的不用担心野兽，他们是在树上的。你可以说它好像不是那么稳定，只是在一棵树上，但是这个树是怎么出来？是一种茁壮、一种成长的概念，跟家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支撑底下，他想要表达说，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促进，或者是说现在你遇到的问题啊，它其实在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里面。你会觉得它好像很慢，但是它其实是要朝向稳固去发展，你最后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合作关系，很好的联合的关系，很好的情感的联系。4号的权杖就是这样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啊，非常之好。两个代表庆祝欢庆值得喝彩的这种能量都出现，还能不好吗？再来看看宇宙还要说什么。不好的东西让它过去。这个人推的这个船如果跟被2号牌吸引的话，他们也出现了，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第2组的人，宝剑代表很多思虑嘛，刚才说你们想很多，不敢改变。这个溪水看起来也不是很高涨，你可能
应该说滑行起来，这个船可能没有办法很快，但是还是可以动的，跟刚才的月光是一样。在月光底下，你一样可以做一些事情，不要等到太阳出来，不要等到你现在觉得秋天哦，好像很萧瑟，我不想行动。等夏天吧，等春天吧，春天还没到怎么办？先动。我觉得这边一直在强调你要先动一些事情，慢慢的动都好。这水那么浅，的确是没有办法快，但是是可以航行的。带着你的思虑吧，你的忧愁都好，你慢慢的在这个行进当中，慢慢去做一点的时候，其实他们慢慢会变成一个养分，一个动力，一种原来这个就是生活的历练。不管是你对这个现象的理解也好，或者对这个感情的东西有不清楚也罢，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去做一点什么，其实是有助于你去理解这种感受到底是什么，然后去判断你的未来。慢慢滑行，你还是可以到达目的地。这是这张牌很明显要告诉大家。再来，出来了啊！圣杯九，是第二组，你们跟第二组真的类似哦。有被吸引第二组的话，可以去看，他们也出现圣杯九啊。你们是逆位，逆位代表什么？你要相信啊！圣杯九是很多你看和乐欢庆，也是一种开心的家庭概念，情绪上的概念，情绪上的满意啊，这是一种幸福感。幸福感来临之后，你会感到无限的舒服，这种舒服你会真的会不知道要怎么去经验它，因为你曾经是怀疑的，你怀疑它。这个我帮你转正吧，我觉得你希望你觉得它是真的。九个圣杯是一种我对现状满意的一个状态，我对我的不管是情绪上，因为你情绪上的满意很多就来自可能是你周边上给你的支持的满意，所以它代表是一种统合的概念。一定是你周边的东西都过得不错，你才会心情好嘛。所以这个心情好，就更多的不是只有情绪上的满意，绝对是某些人、某些事，或你周遭的环境，通通都给你很大的支撑，你才会有这个所谓的幸福感的呈现。所以这个九个圣杯，我更多的是认为它会走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只要你愿意改变。只是我们现在是逆位，表示你可能会怀疑它，或者说能量未呈现。Anyway， 不管怎么样，转正。对，因为圣杯九就是好的一个未来的意思，没有必要去忽视这样的情感。我也不要说害怕自己配得感，对你不要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样的东西，你值得。所以9号圣杯来到你身边的时候，就接下它吧，改变接下，过程很简单。哎，糟糕，掉到地上。等我一下，掉到地上了就不管它，我们管这个已经翻开来的。翻开来的这个是一个教皇牌，传统性、按部就班、规范性，虽然好像有点陈腔滥调，但是很多既有的东西是来自以前人做出来的、整理出来的经验，它会给你这个教条，给你这个思想的一个范畴，你可以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不一定要去挑战某种传统性或者是某种僵固的东西。你会觉得我这样子做会有帮助吗？不要怀疑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你想不到的一个不管心情上或心灵上的一种安定感。所以信仰这边讲求的是你要有一个信仰，这个信仰你不一定要有很决绝，一定要决定我要信什么教，不是指这样，是指说你要对一个你未来生活美满你会得到它的这个信仰。也就是刚才我说圣杯9，你有这种适配，你觉得自己配得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教皇更多的是一种在一个稳定安固，在一个规范底下，你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底下，一个好像你看似没有什么
特殊点，但是其实在一个在一个你的新的应该说你的新的思想的创造、新的方法的创造底下，是来自某一种基础性的达成，然后你就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再去变换它们。所以不要去先舍弃某种既有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基础的来源，对不对？这边有9号晚上会想很多睡不着的牌，逆位了，不要想了，你也不会再想了，不需要想，平坦的路就在你前面了，你想什么不用再去被这个剑啊、外在的干扰啊，或别人说什么的闲言碎语啊，还是其他的什么什么都好，不要去做这样子的预设，给自己一条路，不要框在那个所谓的剑的框框里面。然后呢，审判牌就会出来，审判代表的是一个新的重生啊，要光明，又是一个光线照在这个女人身上，好多花朵在旁边开始新生出来。逆位一样是逆位，审判的更多的是来自外在给别的人，或者是说你的相处的对象，或者是你相处的一个环境，给你的一个新的造就成什么？造就一个新的自己。他们终于得到一个新的对你的概念，重新审视你这个人，重新审视你这段感情，都有可能。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审判底下，你会得到呼唤的苏醒的呼唤，你看怎么讲？就是 change， 对，你会得到改变。你被呼喊之后，你有没有觉醒？有没有让你觉醒？把它转正，有没有？相信这道光啊，就在你头顶上。这是我们塔罗牌给的一个目前的建议，给你的话。最后一个是说啊，你看，要相信快乐是 OK 的，你不要不相信，这是真的。宇宙是这么说，宇宙的光芒。你如果相信它，你是适合在这样子的环境，你也绝对会在这样环境里面得到你要的东西的话，你去做到这样子的信仰的时候，它就会来到你身边。这讲的好像在传教一样，可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很多时候来自心情的一个触发也好，或者是说别人给你的触发也好，可这样的触发其实是来自于你心灵要想要需要，你需要这样子的感觉，而且你不排斥这样的感觉。就像有的人会觉得啊，我不要赚钱，我觉得钱没什么，那些有钱人没什么意思。其实他是对钱的一种拒绝。有钱爱钱没有错啊，只是说怎么去运用，对不对？相对一样，幸福也一样。我要幸福没有错啊，我去争取我要的幸福更是没有错啊。但是你要怎么去争取，怎么去得到你要的幸福，这才是这张牌要讲的一个讯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他想要告诉你什么，然后去截取它，改善更好的自己。 OK， 这是我们第3组的解牌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给我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所有的支持，我们下次见拜拜。